个岛呢很大啊，它除了公园化以后呢，其实它可能也增添了很多游乐的设施，特别是小朋友喜欢的。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小型的摩天轮。我到了这边呢，我就看到啊，这个头顶上啊，其实是有那种缆车的，这种简易的缆车，人好像也坐在一个篮筐里面，就缓缓地往前去。哦，有一个白孔雀，这比较稀奇的，我们只看到那种绿绿的漂亮的孔雀，这边居然有个白孔雀。看来今天参加龙舟比赛的队伍还蛮多的啊，很多人在沙滩上啊晒日光浴。在这边呢，终于感觉到夏天的景象了。后面呢就是无边无际的安大略湖，湛蓝的湖水，阳光下熠熠闪光。湖中有很多帆影啊，应该是帆船爱好者在那边。刚刚呢，就在我身后的这种木头的餐桌啊、桌椅上，和家人还有亲戚一起吃了一些东西，其实就是刚刚在那个food court啊，就临时的那种卖食物的地方买的一些食品，吃到了不少的中国食品啊，其中居然还吃到了上海的油墩子，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啊，吃到了家乡的味道。好，趁着吃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再随意的走走吧。我看到这边呢有很多的像河流一样的这种，应该算是陆地和陆地之间的一片水域吧。就多伦多岛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岛组成的，这些小岛之间呢都是一片片的水域啊，所以这些水域呢现在也都被利用了起来，有很多的游乐的设施。你看啊，我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些在水面上的小艇，其实有点像那种在水上漂浮那种圆圆的啊，那前面呢还有一些白色的白天鹅造型的那种小船，大家就可以坐着这样的小船，在一个指定的范围里面呢随便的漂游，应该都是一些小朋友喜欢的活动吧。而有意思的呢是这个水域当中还有很多的大雁啊，你看这大雁呢反而是自由自在啊，随意的在这个水域穿行。我相信这个岛呢很大啊，它除了公园化以后呢，其实它可能也增添了很多游乐的设施，特别是小朋友喜欢的。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小型的摩天轮，还有很多小朋友玩的那种转圈圈的木马。我相信这边呢就是一个儿童游乐场啊，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小朋友愿意跟着他的家长来到这个岛上的原因了啊。对，小朋友是最热爱这些玩的地方，而且呢有很多差不多年龄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就会特别开心。这也是人的一种社会性啊，就是从小养成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性。当然这边也有大人带着小孩玩的，你看这边有小铁轨，但不知道这边的小火车开不开。但是呢有很多的家长啊开着这种车啊，就是很多老式的那种汽车在那边转圈圈，它呢就是跟着地上的一个轨道走，你不能超出这个轨道，所以保持大家互不干扰，也蛮有意思的。
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呢，我的旁边坐着一大桌子的华人的一个家族。为什么说他是个家族呢？因为大概有10多口人。我相信呢，都是一些亲戚，讲的都是广东话。我看他们的脸型，听着他们说话的口音呢，就感觉他们应该来自广东的侨乡啊，像武义地区，就江门啊、台山啊、开平啊这种地方。因为我们以前在温哥华呢也有这样的朋友啊，他们也是一大家族。为什么会成为侨乡呢？就是他们很多都是亲属移民，小孩到了要成家的年龄呢，往往到家乡去找一个伴侣。当然了，他们的这种因为血亲的关系啊，本身就是可以通过家庭的团聚等等这样的移民手段来办理。所以到了这边呢，他们就成为一个又一个的大的家庭，甚至呢，有一些家族啊，在老家已经空无一人，所以在开平地区就会有很多的以前那种华人留下的碉楼，应该大家都有耳闻。在这种碉楼呢，其实就是以前的那种出去移民到加拿大、美国等等地方，他回到家乡来建的楼。但是后来呢，人去楼空，就慢慢的就荒芜。但反而呢，现在变成了一个旅游观光的地方，被当地政府呢保留了下来。大概是这样的。就我看到刚刚的这一个家族的成员啊，基本上都是一些普通人，年轻人居多。他们可能是第2代，或者是第3代也不一定啊。就生活在这片比较平和的社会，他们其中也有人养狗。我看他们的举止神态呢，既保留着中国的人的一种矜持，但同时呢，我相信他们也完全融入到当地的这个社会当中。这个就是我想象，就是普通人如果要移民到这边，我说的是中国人，那最好呢就是有更多的亲朋好友，最好是同一个家族的很多成员有血亲关系，大家呢守望相助，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呢共同开辟自己的新的生活。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一种中国人的选择。当然这仅仅是一小部分的人才有这种选择。我到了这边呢，我就看到啊，这个头顶上啊，其实是有那种缆车的，这种简易的缆车，人好像也坐在一个篮筐里面，就缓缓地往前去。当然我不知道有多远啊，但是也是蛮好玩的。我们以前在国内啊，也坐过这种缆车，比方说湖南的岳麓山上就是这样的缆车。这边除了有很多小岛和小岛之间的水面呢，也有一些小湖、小池塘。相信可以游玩的项目非常多。这边呢，貌似还有个动物园啊。你看，这个是个什么？像孔雀吗？白孔雀啊。哦，还有个白孔雀，这比较稀奇的，我们只看到那种绿绿的漂亮的孔雀，这边居然有个白孔雀。
应该都是一些孔雀。这边就有这种绿色的，我们经常看到的孔雀了。Hello， 孔雀你好。这孔雀跟鸭鸭养在一块儿了，现在。居然在这个岛上还有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养了几只孔雀。我们再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动物，好像还有。哦，这是山羊吗？应该是山羊，矮脚小山羊。这是没有脚的羊。这就有一回跟我英国的朋友去叫Leeds Castle的地方，我记得里面就是有一个动物园啊。有，这边好玩了，小种马，这是羊还是马呀？这应该是一只小马。哦，这边呢有几只比较大的马，它们在吃草。就这些动物园呢，就是那种围栏比较简单，也没有明显的介绍啊，就有点随意养了一些动物而已。但是呢，也会给老百姓一些小小的乐趣啊。哦，这个是骆驼，这个瘦小的骆驼，没想过，没见过那么小的骆驼。这个羊驼也太可爱了吧！有人说这是羊驼啊，果然这应该是羊驼。这边身边还有只牛。Hello。Oh. No, it's not. I think it's part of their anatomy. 牛和羊驼养在一块儿，反正都是吃草的。这边养的啥？没看到。这边呢也会写有这样的警告词啊 ：Please don't feed us， 不要喂养我们，不要投喂我们。这是羊头吗？你看这个头上的毛啊，已经把眼睛都遮住了，就感觉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管理啊。这个是啥？这个是猪吗？这感觉就是猪来的，一个猪圈吧。
There's like a. Wait, hold on. Careful. 果然啊，两头猪倒是养得肥肥润润的。这也是一只小羊吧？这你看啊，这个上面的人啊，坐着这种缆车，从高处呢可以看看下面的自然的风景，还有很多小动物。当然，更多的就是行走的人流。这边呢，就是小朋友玩的各种游览的设施。你看啊，都是爸爸或者妈妈带着孩子在那里玩，实际上就是一个迷你的过山车。一个迷你的升降机。哈哈，小朋友好开心，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失重自由落体的感觉。这边呢是水里面的这种小船，小朋友也是啊，在这个小船里面坐的。这边呢，就是让小朋友过一把开车的瘾。很多小朋友呢，开着一个小车，就在这样的一个有小路轨啊，规定路线的这样的一个小路上开一圈。这是他们以后长大以后必须要干的事。现在我针对的呢，应该就是缆车的终点站了啊。缆车到这边呢到达，另一拨人呢从这边出发。还挺远的吧？Sky Ride， 但是也必须是要低于多少这个身高呢，就不可以来乘坐啊，也是有些规定的，为了保护儿童。边上呢也有一些餐馆，而更多的呢就是小小的湖面。7月份呢，就是加拿大的国庆了。那距离加拿大国庆呢，应该也只剩了半个月的时间了。所以这边的居民呢，我看有些在自己家门口已经开始升起了加拿大的国旗。我看有些人开车呢，也插上了加拿大国旗。我想这种爱国的情怀，应该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体系、什么制度，但是加拿大这边呢，
不会形成一种说统一的，大家都来悬挂国旗在自己的家门口、房顶上。这些呢也是因人而异啊，完全是自愿，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甚至你可以不爱国，也不爱这个政府，你也可以在这边居住，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些自然的景观，这种休闲的方式，让每个人都可以很放松的到这边来走走啊。那这些呢，都是属于所有的老百姓，不分彼此，没有人可以独享。现在呢，已经是我在多伦多岛上的第二段的闲逛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随便的走走，因为这些地方呢以前没有来过，就随意的走走。现在呢，我走上了一座桥，我看到这个桥下两岸呢，草地上都聚集满了人。我相信呢，大家都是来观看龙舟比赛的。我刚刚呢，应该是在那头，很多人呢在桥上看风景。刚刚呢，我就从那边看过来的，现在呢又有7个龙舟队从远处划过来。看来今天参加龙舟比赛的队伍还蛮多的。好了，已经越过终点线了。在这条开阔的河道里，其实岛和岛之间的这个一片水域举办龙舟比赛，已经是第36届了多伦多的国际龙舟比赛。可以看看啊，边上观战的人群。所以这次我们没有在广州那边过端午节，本来就有些遗憾，没有能够去观赏广州或者是佛山顺德那边的龙舟比赛，因为一年一度这个龙舟赛也是非常竞争激烈、好看的比赛，也是广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活动。谁知道呢，来了多伦多这边反而看到了完全是跟中国的龙舟一样的这种船只，而且也都是华人，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华人进行的龙舟比赛，所以这个就是让人感觉非常有意思。而桥的另外一边呢，你看啊，就是平静的一个小河湾，对面呢有一个小餐馆，三三两两的停着几个私人的游艇，应该你有车就跟
你有船就跟有车一样，就可以开到这个地方来停一下。上岸以后呢，就可以进行活动，就没有必要像今天那么多人来搭这样的公共的轮渡啊。所以这边的活动呢是贫富皆宜的，但是这些公共的资源、公园、美好的景色呢是共享的，而且是免费的。这边呢也不是实际的，有一些应该是当地人为主啊，这个树的帐篷，售卖一些当地的食品等等。这边呢就有那种4轮脚踏车，应该是租的吧，就跟中国很多公园里面都是一样的。你看这边的河滨地带呢也是一样啊，满满的都是人，弄得不好呢，这边都是参加龙舟比赛的那些，算是运动员吧，应该都是业余的，就他们在这边准备换衣服，应该是这样的吧。这种景象还是非常美好的。确实没错，是一个一个龙舟队。我左侧的呢，这一支队伍我看全都是当地人啊，没有华人的面孔。所以我相信这样的龙舟比赛呢，并不仅局限于华人，应该当地的很多的民众啊也会参与进来。所以这种文化呢，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一种大家都认同的普及的活动了。就像这边的春节也是被这个国家所认同。那春节的时候呢，并不完全是华人自己的活动，很多当地人呢也会参与其中。也许他们对春节的含义呢，并没有那么的清晰，但是呢，这种欢乐是传染的啊，大家一起在这种活动当中呢，就会有很多的乐趣。虽然呢我已经有点走远了，但是呢我就发现啊，前面呢是海岸线了啊，湖岸线，然后呢那边就是面向着浩瀚的安大略湖，所以我还是打算走到前面的湖畔去看看辽阔的安大略湖，应该是望不到边的。所以这个多伦多岛或者这个群岛公园呢，其实非常大啊，光靠2条腿走路呢，我估计逛的地方非常有限。但是如果借助自行车，就像我看到很多人都骑自行车在那边逛公园，那你的活动范围就会大很多。这个地方呢叫 Central Island Beach， 我相信这个 Central Island 呢就是中心岛的意思啊，可能是这个小岛里面最大的一个岛吧。就这边呢是有沙滩的，你看我现在踩的就是沙滩。
很多人在沙滩上啊晒日光浴。在这边呢，终于感觉到夏天的景象了。我们来沙滩上站一站啊。小朋友在挖沙，这是小孩子在沙滩上最爱干的活。你看，这已经到了湖边了。你看，这个风还是挺大，这个湖水非常的清澈。这个沙滩还一路去向很远，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地方。看到前面有一个栈桥，可以深入到湖中去看一看啊。眼前的就是一条栈桥，这个地方还有2个铃铛。现在我走上这个栈桥去看看，上面已经站满了人。看看这个湖水啊，这边是湛蓝色的，有很多的帆船啊在湖里游曳，应该是帆船爱好者的好地方。可以对着自己，也对着后面湛蓝的湖水，后面的帆影来照一照。其实这种栈道呢，其实到处都有啊。有些呢是在一个比较小的湖的伸出来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呢就在城市边上。我们在深圳湾大桥边上呢就有这样的栈道，应该比这还长，曾经去走过。我们来看看安大略湖边上的这个栈道。那边呢就是刚刚走过来的沙滩，这简直是一望无际的感觉。Indoor needle injection site. They named it Skin Site. I was so choked. Like, damn it!
Thank you, mate. David，你看这个海鸥就在人的头顶上飞翔。相信这边呢已经来到了栈道的顶端了啊，就最靠近这个湖水的地方，在这边转一转，看一看。后面呢就是无边无际的安大略湖，湛蓝的湖水，阳光下熠熠闪光。湖中有很多帆影啊，应该是帆船爱好者在那边搞活动。那更多的就是眼前的这些游客。正对着呢就是一个轮渡，真的是看看非常开阔。非常天前的湖面，好了，美景呢就是用来观赏，也是会引人一些遐想，都会让你产生一些美好感受的东西。但是呢，再好的美景啊，你也要跟他说再见的时候。那我走在这条栈道上，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在多伦多岛上的第二段的观光之行。美景还会有，以后有更好的地方呢，也会跟大家再做介绍。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这一段视频呢就告一段落，再见，拜拜。